丈夫带妻子出国旅游，可在路上他却狠心地将妻子推下大海，妻子死死拽住丈夫的双手，祈求他救自己一命。丈夫犹豫片刻后，仍狠心地放开了手。直到妻子彻底消失在海面，他再伪装成悲痛欲绝的样子，跑上船，大声呼喊救命。不过已经为时已晚，妻子沉入大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深夜，渣男给岳父打去电话，岳父得知女儿遇害后，悲伤过度，险些陪女儿而去，但他始终怀疑女儿的死不是意外，而是女婿故意杀妻骗保。渣男丈夫名叫阿辉，人到中年，一事无成，每天好吃懒惰，还总想着一夜暴富的美梦。闲来无事，竟然染上了毒瘾，背着妻子借了10万的高利贷，由于长时间还不上钱，利滚利滚到了50万。迫于无奈，他给当会计的妻子打去求救电话，谎称自己有一个好项目，急需50万现金周转，并且保证3天内就能还钱。出于对丈夫的信任，妻子模仿老板的签名，伪造了一张支票，胆战心惊，从银行顺利取出50万。谁知丈夫转手就将这50万还了高利贷。儿子生日会他还迟到2小时，气得岳父当场责骂男人不负责任。渣男没多大本事，脾气还不小，他轰走了全部亲朋后，一个人在厕所冲冷水澡。妻子得知他把50万挥霍一空，瞬间崩溃。如果月底公司对账发现50万被他挪用，恐怕自己难免会吃10年的牢饭。走投无路的丈夫想到了泰国开农场的舅舅，妻子本着夫妻共患难原则，主动要求陪丈夫一起去泰国。此时的丈夫还没有起杀心，谁知刚到泰国后，舅舅对借钱之事闭口不谈，反而一心让丈夫帮忙打理农场，同意每个月给他3000的薪水。路上丈夫大骂舅舅狗眼看人低，丈夫实在借不到钱，于是在回国的路上，他动了杀妻骗保的心。妻子见他一个人坐在船边喝闷酒，误认为丈夫想跳海轻生，急忙上前劝解。渣男看妻子主动送上门，在酒精的加持下，有了影片开头那一幕，却不知妻子大难不死，浴火重生后的妻子决心要复仇。